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政治的本质是对资源的掌控跟支配。民进党充分掌握政治的精髓，所以他们的政治是你死我活，一定要杀到血流成河，割喉割到断。他完全没有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。对民进党来说，不是不能做两岸交流，是不能给你做两岸交流。那民进党自己去赚大陆钱就可以，所以才要在台湾内部不断的搞洗脑愚民，这样子他才能够永远的掌握选票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明天即将进行的核三研议公投啊，国资会跳出来直接讲，他说核三研议问题啊，安全一定是专家决定不是公投决定。那照他说的说法的话，那还需要公投吗？然后他提到还需要2个必须3个原则，只要符合就可以研议啊。公投题目是核三厂研议，这不是一个确实的命题啊，要讨论的是核电要不要研议，而不是核三要不要研议。安全不能用公投决定，这个没有错。但是我们的核三公投研议题目也不是让大家来判断它安不安全。对。本来题目就是还要交由主管机关来认定安不安全，安全的话才可以重启。理论上依照现在的法源，因为我们其实已经修法通过了，让核三可以研议。那法源通过了，行政部门你就应该要启动安全的调查，确认安全之后，自然就可以研议。是，但因为现在的行政部门摆烂，现在他不做，他就不愿意去检查安不安全，所以才要透过公投逼他依法行政。这才是今天这个公投题目很大的悲哀。核三在去年的10月份，其实才经历过了一次的税修检查，就稍微停机下来，去修理它，检查它安不安全。安全了之后呢，在去年的12月才重启发电。当时呢还讲说，哎呀，我们可以快一点继续发电啊，又多发了半年的电，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停机。所以如果真的有问题，去年为什么可以继续用？过去更荒谬的是，曾经主张核四公投的也是民进党，因为当时他们认为反对核四公投的是多数民意嘛，所以在2012年到2014年之间，绿的都不断主张核四必须要公投。那现在呢，其实是民进党背叛了过去的民进党反对公投。那现在最关键的就还是呼吁大家要踊跃的出来投票，因为投票率呢仍然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最近真的赖清德倒霉透顶，所有的风向都是逆着赖清德。我们就是很认真的希望说我们的能源能够变好，突然天外飞来2笔，第一笔川普发文痛骂绿电，第二笔黄仁勋来台挺核电。你说这难道会是国民党的安排吗？不可能嘛！你看川普痛骂光电，而且他骂的内容基本上跟台湾可以高度的雷同。川普呢在20号的时候呢宣称风电、太阳能等绿色能源呢是世纪骗局啊。那任何建造光电、风电设施的州，电力及能源设施价格都会大幅上涨。民进党强调绿电的能源错误啊，反世界潮流啊。但是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峥也不甘示弱啊，他说国民党的国际观要全面啊，不要只会搞自助餐带风向啊。不是啊，吴峥，你的意思是川普总统带风向？你民进党光他清澈哦，难道川普讲的是错的吗？其实川普的发言啊，他主张说为什么觉得绿电是骗局呢？第一个，电价太高，成本太高，而且呢，这所谓的绿电昂贵啊，如果我们相较台湾来看，台湾的会更贵，因为呢，美国的这些不论是光电板啊，这些相关绿电的设备，很多也都是 Made in China， 成本其实是相对比较低了。但是台湾的所有绿能的设备都是禁止 Made in China， 成本只会更高。所以如果美国都嫌贵，台湾当然是更贵。那在第二个，川普痛批这光电呢，就是破坏农地。那这种所谓的破坏农地的状态，跟台湾一模一样，就它的这个形容词在台湾身上是完全吻合的。台湾本来核1234年发600亿度的电，所以核电一度1块钱，这个绿电啊，基本上我们就算4、5、6块钱都有。那如果更贵的太阳能的储能，可能要到8块、9块、10块的，那就算最简单的5元，1年就是价差2400亿，而且呢是可以绑定20年。那所以当然绿能业者要反核啊，他如果不反核，哪来的这些钱可以赚呢？我坦白说一件事啊，如果公投没过，民进党绝对不会普发1万，因为他要觉得民意才是在他这边的，他是不会怕的啦。讲白了，这些钱拿来给你们省出来，等于是给老百姓普发，这怎么行呢？政治的本质呢，是对资源的掌控跟支配。民进党充分掌握政治的精髓，所以他们的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。对他们来讲，选举要不择手段的赢，选举要不择手段的掠夺，一定要杀到血流成河，割喉割到断。
段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，这就是民进党的一个底层思维逻辑。所以他们来讲，其实今天绿电来掠夺台电，对他们讲是合理的，因为他拿到政权啊，所以他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掠夺这些资源。当然啊，钱权女人就我都有了。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看到风光电这些事情很恶劣、很低劣、很卑劣。为什么郭志辉在关税宣布的时候还当我们快乐在一起？这是个非常卑劣透顶的。但是如果你也跳到他们的核心逻辑的时候，你会一点都不意外，因为这些人他把所有的东西他们都看作是一种资源的掌控、分配与掠夺。所以为什么台电跌倒云豹吃饱，台电亏损绿电赚爆？民进党逻辑就是抢夺。馆长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其实他726到上海，他帮当时的国民党的罢免吸了很多炮火。因为绿的政论节目，你看本来每天都要干搞国民党立委，全力打阿馆，那他们就会都去打馆长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看2个小时的节目，那1个小时去打馆长，那就少骂国民党立委1个小时。真的。后来馆长呢，他在全台的反罢免的很多活动，他也都会出席。可是呢，当馆长最近深陷风波的时候，我比较少看到国民党立委去帮他按赞、加油、支持。我觉得这不太好。那或者你看过去当馆长去上海的时候，很多国民党的人也都有去斗内留言。现在如果自己的危机度过了，也应该要给馆长一些回馈，或者要给他一些加油打气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所谓的团结去对抗民进党。今天想要用一个核心逻辑来贯穿我们今天的整个主题啊，为什么从绿电、光电、公投，然后一直聊到两岸交流问题，然后再接下来聊阿馆问题。民进党长期在台湾执政的目标就一个，为什么有人呛他们是土匪、强盗？因为他们逻辑很简单，他们就是在对资源的垄断、掠夺跟支配，这是他们的核心。民进党这个党就是个土匪党，所以他们一定要做两岸垄断、两岸高墙，透过恐惧、恐吓、创造仇恨的方式，让一般人不敢接触，但他们在当中赚得盆满钵满。民进党最多的共谍嘛，民进党最多的绿色台商嘛，那民进党现在反正最凶狠的沈伯洋，他老爸竟然是一带一路的模范厂商嘛，所以从这里面来看，就你会看出一条线，背后当然就是为什么民进党要对馆长陈之汉攻成这个样子，好像陈之汉在选总统一样。尤其是726，因为现在他第2次去，所以其实讨论度没有726那么大。对，但是在726馆长去大陆，那个绿媒的攻击程度，将近当初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，然后去香港的那个程度。真的。最好笑就是某王姓女主持人的节目，前一天还在修理赖以任跟李孝亮，因为当时还在讲那个31:0，发现没流量，当场枪口一倒准，哇，每天都在骂。那当然馆长的抖音已经打开了嘛，所以再次证明民进党就在见缝插针。我就跟大家讲，他没有被禁吧，没有被封吧，他只是需要一点时间。那你绿媒造什么谣？你绿媒造这些谣攻击陈之汉，你们要出来道歉吗 ？NCC 管吗 ？NCC 死人吗？那当然，因为馆长这一次去我觉得他有很多需要给他的建议的地方，但因为很多大陆网友其实也都有讲，那包含在大陆的一些经商或什么的，都本来就都是一些需要时间的审批跟一些流程的状况。我只是看到很多大陆朋友有一些给的建议是比较认真跟踏实的，就是因为在当地的一些法规或者是当地的情况，那馆长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。所以我们看，我们都非常的支持馆长的理念，但是我们本来去到一个相对于陌生的土地，要去经商，要去做生意，本来就是需要更多的耐心跟有充足的实力准备，我觉得还是很重要。不能够认为，我不是骂他，对任何人都是不能够认为自己可以靠着意识形态赚钱，对蓝跟对绿对红都是一样。你不能说一句支持统一就该中国共产党就能够在大陆赚钱，然后这么容易，这种事情就是只有在民进党才可以支持台湾独立，那就有钱赚翻了，对吧？台湾人太不了解中国大陆。简单来讲，对岸要求的是秩序优先人多嘛，拥挤，所以秩序优先。在台湾呢，秩序不是那么重要，台湾是可以混乱优先嘛，混乱完再想办法收拾就好，小所以维稳这2个字对我们来讲是负面表述，对大陆来讲是正面表列，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所以那一天我在机场接机，馆长到之前我讲了很多，那这也被转载到 PTT 上面，有人就酸历史还不了解嘛，中国就是没有言论自由，你为什么不批评？我想说你们完全对于对岸的这个逻辑完全不了解。那请问台湾的言论自由是真的自由吗？两岸是同文同种同语言同文化，但是在法令法规、社会的习惯还有整个政治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。那本来就会有各种自适应的过程，所以民进党在打这一块的时候，就是借着台湾人不了解两岸，趁机来黑，目标就是不断抹红，让你害怕嘛，让你产生敌意嘛。然后最后呢，你在台湾买的淘宝货，竟然是从黑熊部队买过来，你不就被冤大头吗？这就是民进党要的嘛，他们就是要垄断两岸的核心利益嘛，赚得盆满钵满。
对民进党来说，不是不能做两岸交流，是不能给你做两岸交流，不是不能去赚大陆钱，是不能给你去赚大陆钱。那民进党自己去赚大陆钱就可以，所以才要在台湾内部不断的搞洗脑渔民，这样子他才能够永远的掌握选票。为了选票，就是为了执政，执政就是为了捞钱，捞钱就是为了继续选举、继续执政、继续捞钱。这就是民进党的核心逻辑。而在这套逻辑之下，他完全没有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。如果帮人民做事，有选票就会帮人民做事。对。但如果喊抗中保台也有选票，那我干嘛帮人民做事呢？这就是渣男嘛，得到手了之后就不认人了。所以要到票之后，我就不用再帮你做事啊。当前在野党或台湾人民最需要觉醒的就是打破这种抗中保台的意识。干嘛要抗中？那两岸可以和平交流啊。马英九执政时期，两岸不是好好的吗？馆长去大陆，然后各种民间人士去大陆，两岸往来本来就是两岸一家亲。他说，那大陆不是常常这个威胁什么打压吗？打压的都是台独，没有打压台湾人，打压的都是民进党。央视6次报道馆长，这哪叫做封杀？大陆7次啊，要多一次啊。官方媒体都在帮馆长讲好话，都在支持他，也都在很鼓励啊。所以馆长现在有个称号叫“一央7次郎”。你看央妈多喜欢他。